好，加一点明油，我们就可以出锅了。好，我们的腰果虾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黄彦俊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那么今天分享什么呢？一道传统粤菜里的腰果鲜虾仁。先介绍一下食材啊，腰果虾仁最重要的是虾仁，这个是我们的选的青虾仁，然后腰果。这个腰果呢，一般呢在我们餐厅呢都是买生的自己炸，但是我觉得在家里不用了，就买炸好了就可以了。然后黄瓜、胡萝卜、姜、蒜，还有香葱，食材就是这样。我们今天这道菜呢是最传统意义上的腰果虾仁啊，所以我们还是用黄瓜、胡萝卜为这个虾仁增加色彩。后来演变，有的用芥蓝豆啊，有的用什么，包括鲜露笋啊，就是更高级了一些啊。我们这个呢，是我刚学厨的时候，大概90年代初吧，就高端的粤菜餐厅里上的腰果虾仁。就是这么做。那我们先加工虾仁啊，你看今天我们选的是青虾仁，这个虾仁非常大，非常饱满啊。其实做腰果虾仁真是都有点大了。待会儿我们把它片成虾球吧。之前我们做了一个清炒虾仁的一个菜，下面有几个粉丝问我，侯老师您这虾仁非常好，就是从哪儿买的，或者是怎么挑选虾仁？其实我个人啊也在做一些帮助餐饮企业挑选好食材的一些工作。其实这个工作呢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。其实我们真的要去市场上不断的寻找，不断的挑选，然后不断的在试用，真的实际使用过程当中，我们才能优中选优，推荐给企业。你要是真的问我，如果要是去市场上光凭肉眼一打眼看就能选出就是好还有坏，我真的是不能100%的做到啊。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因素，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你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虾仁，它怎么来分呢？就是一般的，它按照规格分，比如说13、15的、16、20的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1斤它可以出16个到20个，1斤它可以出13个到15个，但是这个虾都是在冰冻状态下的，好的食材有没有性价比？我说有，但是也不能全都看价格啊。再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都是在冷冻状态下的啊，我们这个虾10块钱1斤，然后同样看的都差不多的那个8块钱1斤，那我们这个1斤能出10个化开了，那另外一个虾呢化开了1斤出5个出6个，那么你说你花8块钱买的那个是要比我这个值呢？还是我这个更值？我从来没卖过货，也没带过货啊，这个并不是我要做的工作啊。但是就是随着粉丝越来越多，这问题呢就是问的也越来越多。除了食材方面，包括我们的刀啊、我们的锅呀，真是有太多人问了。那么我在想，就是可不可以就是跟一些企业，包括食品企业，包括厨具企业，要一些最大的优惠回馈给我的粉丝们啊！我也在想啊，有这个需求的话呢，你们也帮我想一想啊，要不要做这个事儿？怎么做？但是不重要啊，不重要。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，下面我们继续做菜。那我们现在先加工虾仁啊。今天这个虾呢，确实是很大啊，那我们就把它片成虾球吧。虾球怎么片呢？我们把虾翻过来，在这个部位，我们把刀在这个虾的大概2/3处进刀啊，从这儿把刀伸进来，然后顺着这个背划到底，划到底之后，大概划到1/3多一点啊，不要给它划断。然后这个刀再划回来，看就是这个感觉，看见了吗？预热之后，它就卷成了一个类似于球状。好，你看。我们这个虾连你看虾线都没有啊，真的是没有虾线。我们这刚刚给大家片开的啊，背的部分呢有一点多余的成分，然后我们给它片掉。在家里吃不片也可以啊，如果要是在餐厅呢，就是为了这个虾球更美观，我们会把它给去掉。基本上改完了一个虾球就是这样。来，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，这一个虾拿过来，你看我刚才说没有虾线，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个，摄影师你要一镜跟啊，来，我们从2/3多一点的地方，这个下刀，然后先往前推，推到底，然后再划回来，哎，好，就是这种状态，你看是不是一镜跟的？你看有没有下线？真的没有。接下来呢，那我们快速操作啊，基本上快速操作就是这个状态，来，是一个。
可以。然后我们真的是快速操作，连贯起来啊！在家里我们先开始，如果要是经验不足的话，就可以慢一点，快速操作就是这样。因为我们的这个虾球非常干净啊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拿水冲了。其实我们之前也已经洗过了。来，我们用厨房纸巾把它排一下，我们要把这个虾仁吸干一下水分。吸干水分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它更加的爽滑。在餐厅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在做虾仁，因为量会比较大嘛，我会拿那个洗澡用的浴巾来把它裹住，然后还会把这个砧板给压在上面，就是为了让它多多的把这个水分给它吸干。吸干之后，我们一会儿再腌制这个虾球啊。那我们吸干水分，我们把它放到马兜里，我们稍微的腌制它一下。我们放到马兜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腌制这个虾球啊，这也是粤菜里的方法啊。我们放一点点盐，一般呢在腌制肉类的时候，我们会把比如说放盐、味精、生粉全都放在一起，然后腌。但是腌这个虾类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放盐，放完盐之后，我们要用水抓一下，就包括蔬菜也一样啊。比如说要杀一下里面的水啊，然后会先放点盐。这个虾仁也一样，你看我们盐放进去，您用手轻轻一抓，刚才其实已经吸得很干了，现在是不是有水分出来了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来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味精，然后一定要轻抓啊，因为我们已经给它片成虾球了。那用力的话，它就会散开了。你看有水分出来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加一点点生粉，一点点，按照比例，把它给抓匀啊。这个时候生粉的下入，它的水分，你看就又消失不见了。我们现在腌这一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它更加的爽脆爽滑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要来一点点香油和胡椒粉。你看，我们先把这个胡椒粉放在手里，然后往手里倒一点香油，把它给搅开，然后就这样，可以更加均匀啊。我们这真的是图省事儿了啊。其实在家里真的没有所谓。这个我们虾仁就是腌制完毕，腌制完的虾球我们先放在一边，然后我们加工其他的配料啊，黄瓜我们是给它切粒啊，一份我们肯定用不了这么多，那我们就取一小节吧，从中间打开，然后给它一开三，把我们中间的瓤的部分给它去掉，这个瓤我们就不要了啊，炒菜的时候它会出水，然后把它切成菱形的粒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，大家看一眼。然后我们给它放到马兜里。切完了黄瓜粒，我们的胡萝卜同样啊，和黄瓜切一样的粒，从中间切一刀。这个就一开三不行了，那就一开二。在家里吃，我们其实也不用太规矩了啊，基本上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胡萝卜切成这样。切成这个状态，我们放到马兜里。那现在我们加工料头，加工料头之前呢，我们先把炒锅烧一点水啊，烧一点水，我们是为了把这个胡萝卜粒焯一下。那我们其他的料头就是葱、小葱、蒜还有姜。那蒜就是蒜蓉，这个就没有技术含量了啊，摄影师都拍烦了。我拍蒜，很解压，很解压。好。那我每回还是要这么切，可以切的稍微碎一点。我们切的蒜蓉先放在马兜里，姜片啊，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了象眼片，就是菱形片。好，这点够了啊，把它切完。好，其实这点已经够了啊。我们和蒜蓉放在一起，香葱我们给它切成葱度啊，就是你叫它葱段也可以。好。长度是这样，然后也给它放在一起，基本上小料头就是这样。切完料头，我们这个水也开了啊，我们把胡萝卜倒进里面，基本上20秒到30秒啊就可以捞出来。好，现在基本上20秒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黄瓜也放里边吧，10秒，一起捞出。好，放在一旁。现在我们马上开炒。现在我们马上要进行烹炒。烹炒之前，我们还有2个准备工作啊。我们刚才腌完的虾仁静置好之后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食用油，然后把它轻轻的搅拌啊。就是因为待会儿我们要
把虾仁滑油。另外一个非常关键就是我们的调味，调味呢我们就是打一个芡汤就可以了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啊，然后盐来一点点味精，生粉啊。加上生粉，因为芡汁嘛，我们最后打一个芡。其实这个芡汤呢和我们清炒时蔬啊其实是类似的啊。然后加入2勺的水，2勺差一点啊，3平勺。这个大家可以自由掌握啊。我还要尝一下这个芡汤。够了，非常完美的芡汤出现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工作就绪，我们就开始烹炒。那现在我们开始烹炒，我们先把炒锅烧热，我们要把虾球滑一下油啊。大家要是在家里烹饪的话，如果要是觉得比较费油的话，那就其实可以飞一下水也可以啊。但是相对来讲，这个虾仁要是飞水跟滑油，它出来的感觉自然还是滑油的要更好吃一点，更脆爽。炒锅烧热，我们加植物油啊。我们这个油是上回我们烹饪其他菜的时候，滑油是用的油啊，老油。来放油，润一下锅，热锅凉油，油温大概在6成左右。我们把我们的虾球倒入啊，倒入的时候大家看一眼会不会卷成球状。下进去先不要翻动啊，我们的油还是感觉有点少，我还是为了省油。来，看现在摄影师是不是卷成了球状？都卷成球了。滑油这个基本上到8成熟左右，我们就可以给它捞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把虾球倒出来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刷锅啊，就是还借着这个锅，我们再点一点点油。来，这个时候我们把料头、葱姜、香葱放进来，然后我们把虾也倒进来。这个时候烹一点料酒，好，然后我们把胡萝卜粒、黄瓜粒倒进，马上熟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加入我们的腰果，这点量就可以了。OK， 最后我们的芡汁要起到作用。好，好，加一点明油，我们就可以出锅了。好，我们的腰果虾球，这个虾确实有点大啊。成功。那今天我们这道传统的特别传统的腰果虾球就成功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。喜欢我们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，一键3连，这对我们真的非常重要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